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西南石油大学王喜华，欢迎大家来到构造地质学课堂。这节课我们主要学习节理的几何分类。我们知道，节理形成的原因很多，根据其形成的地质原因，有原生节理和次生节理两种基本类型。原生节理是指成岩过程中形成的节理，如熔岩冷凝收缩形成的柱状节理。岩浆入侵过程中，由于流动作用及冷凝收缩产生的各种原生节理等。次生节理是指岩石形成以后，由于构造运动或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节理。次生节理包括构造节理和非构造节理两种。通常对构造节理分类主要依据两个方面，即几何分类与成因分类。几何分类是考虑节理与所在岩层或其他构造的几何关系，而成因分类考虑节理形成的力学性质，这两者并非截然无关。几何分类是成因分类的基础，根据节理的形态特征和展布规律，可以推断节理的成因。同一力学成因的节理、褶皱和断层又具有一定的几何关系。节理是一种小型构造，往往发育在其他较大型构造上，如褶皱构造和断裂构造，或作为它们的派生构造存在，并与岩层有一定的相关关系。下面我们重点学习节理的几何分类。首先，根据节理与所在岩层的产状关系分类。见图5-1，有以下几种类型：第一，走向节理，指节理走向与所在岩层走向大致平行；第二，倾向节理，指节理走向与所在岩层走向大致垂直，也就是说，与所在岩层倾向大致平行；第三，斜向节理，指节理走向与所在岩层走向斜交；第四，顺层节理，指节理面大致平行于岩层层面，是一种特殊的走向节理。这里注意，这种分类适用于对于发育在倾斜岩层地区的节理进行分类。其次，根据节理走向与所在褶皱枢纽的关系进行分类。见图5-2所示，有以下几种类型：第一，纵节理，指节理走向与褶皱枢纽大致平行；第二，横节理，指节理走向与褶皱枢纽大致垂直；第三，斜节理，指节理走向与褶皱枢纽斜交。这种分类适用于对发育在褶皱地区岩层中的节理进行分类。注意，在某些情况下，如对没有倾覆的褶皱而言，上述这两种分类常常相吻合，即走向节理相当于纵节理，倾向节理相当于横节理。最后还可以根据节理走向，也就是节理延伸的方向分类。但对于发育于水平岩层或近水平岩层中的节理，如何进行分类呢？这种类型的节理一般根据节理的走向进行分类，如北东向节理、南东向节理等。好了，关于节理的几何分类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同学们再见。